在湖南的大山深处，无人机一路探寻，竟发现有4栋房屋在山谷的中央。山谷里的羊肠小道弯弯绕绕，房屋的周围还开垦了菜地。想要进入这个山谷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没有宽敞的公路。难道这里是被时光遗忘的古村落吗？还是一处世外高人隐居的场所？新年新气象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兰，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旗开得胜，红红火火。现在我来到了湖南一座大山里面，刚刚我爸爸用无人机飞了一下，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山谷里面有几栋房子，而且周围好像开垦了菜地，看上去应该没有废弃。而且呢，通往那个房子里面，我们只能沿着这一条狭长的羊肠小道走进去，而且大概有几公里长。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嗨，大家好。在这个山谷里面呢，寒风刺骨。虽然今天艳阳高照，但是山谷里面的温度啊，比城市里面呢还要低个5、6度。现在呢，我带着安兰啊，就准备沿着这条只够过2个人的一条羊肠小道，走到大山的山谷里面。刚刚啊，我用无人机飞越山谷的时候，发现里面只有3栋房子了。周围呢，看上去像是有人生活过，但是目前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是老年人呢，还是中年人呐，在里面，比如说养羊啊、养牛啊、养一些家禽什么的。这条路面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应该是有人经常来往，要不然啊，这条路面呢会杂草丛生，没办法走。虽然这几天都是出太阳，但是这里还是非常的潮湿。是的，3天前呢，湖南这边呢下了3天的雨，所以整个地面呢湿漉漉的，而且里头呢都还是有水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条路面呢目前走起来还行。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听得到有潺潺的这个山泉水流淌的声音。因为在这个山谷里面呢，整个这条溪流一直会流到山的底下去，下面有一个大的水库。虽然现在啊离过年啊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只不过啊，在山里面呢，今天失策了，要穿这种羽绒服什么的，就可能会好一些，就不会这么感觉到冷得直哆嗦。哎呀，真暖和！在太阳底下很暖和，但是一旦到了阴影之中，就感觉就到了零下几度了。在太阳底下就会很舒服，对不对，安娜？是的。走到这个没有阳光的地方，一下子就像掉到冰窖里面一样。所以我们在来的路上经常看到，住在这里的人都坐在门口晒太阳。我们目前走的这条路啊，应该是这个大山里面以前住的村民出行的一条必经之路，也就是经常很多人说过，上下一趟山
出一趟山，来回啊买一包盐啊都要走几公里，都要费几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目前大家网友或者其他一些视频拍摄者所遇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这里的水的响声很大，哗啦哗啦的响。希望我们今天的运气好，在这个山谷里面呢，要是能遇到人呐，我们就可以找他了解一下这个山谷里面以前他们生活的一些情况。感觉这条羊肠小道越来越窄了。是啊，这条羊肠小道2个人并肩走，勉勉强强还是能走。但是这个里面你要骑自行车、骑摩托车，那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步行。哇，这么冷了，小溪水都还没有结冰呢。是的，因为它水是流动的，就不会那么容易结冰。要是这个水不动它，大清早的话，这个山谷里面大概是在零下1、2度了，所以结冰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里还有一张桥。要是在雨季的话，我们这里是没办法通过的，因为到时候啊，整个这个山谷啊会有很大的水，根本就没办法走到对面去。水流很湍急。看看这个水，非常的清澈。这才是正宗的山泉。这是对面的一个山谷，然后后面也是高山。要是夏天呢，到这个山谷里面来啊，非常的舒服。我们刚刚过来是沿着一条蜿蜒盘旋的，仅过一辆小车通过的一条公路，走到这个山里面，然后呢，我想看看这个山里面的情况，用无人机就意外看到了，居然里面还有3栋房子在里面。想想以前生活在这个山里面的村民，他们的日子是怎么生活的？几十年来、上百年来，他们是怎么样过的？出行上下山，就只能通过我镜头的这一条羊肠小道了。看以前这个位置，它都还搭了一个木质的简易桥，但是现在已经腐朽了。现在踩上去可能会塌。所以山里面要是种一点什么东西，想拿到外面来交易，来以物换物，或者卖钱的话，非常的不容易。前面就稀泥巴路。下了雨以后，这里面泥泞不堪。滑溜滑溜的。是的。要连续出10天左右的太阳，在这个山谷里面才会晒干。刚看到了一只白色的鸟，很小很小。要是没有无人机的话，谁会想到，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这个山谷里面居然都还有房子，还有人住在里面。现在都是2026年1月份了。
还有这种小红果。嗯，这种红果子在山里面很容易找到，很多一些等真要采的，他们就会到山里面来采摘一些真草药，因为都是大自然的赠予啊。因为你不去采摘，它也会浪费。脏，亏我还穿白裤子过来。嗯，你妈妈没给你放一条好点的裤子，跑到山里面来就不能穿白色的了。太容易脏了。嗯。看，像这些岛的一些竹子，都是有人为清理过。这样看来，这条路偶尔会有人走。啊，这里还有一块石头，做了拦路虎，拦的这个路面。这里应该都是人为啊，把这个石头啊做了清理，这样子就可以圈到深山里面去。下雨的时候还可以躲到这里躲雨。哎，对了，天然的屏障。嗯，是的，上面长了很多这种野树。好吧，继续前行。刚刚来的时候，我的手都是冰凉冰凉的，现在我走了一会儿，现在这浑身热乎乎的。奇怪了，在冬天下雨的时候，不应该都会长出蘑菇来吗？为什么我们一路走过来都没有看到什么蘑菇呢？啊，前面这个位置，如果是这个水流非常大的话，会形成一个比较小的瀑布，虽然落差不高，只有20来米高。不过还是蛮壮观的。嗯，小型黄果山瀑布。是的。哇，太阳底下好舒服。看这里都还有人工，这里加注的水泥，看样子下雨天这里会很大的山洪从山谷里面流下来。走到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路面呢，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宽了，有接近2米宽了。刚刚下面这条羊肠小道只有50公分宽。你这还铺了水泥路哎！它应该这里就只是铺了一丁点，是吧？对不对？是的，不超过5米远。这里有一个小型瀑布。看看，这里都还有人走到这个崖壁上，去那个山上面去砍树，真的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地方就适合大家到这里面来探险了。一个人肯定是不建议来，因为太安静了。我想里面以前应该生活的人呐，不少于100来个人，只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啊，经济的腾飞啊，很多住在大山里面的人呐，都陆陆续续出来了。你想想，
住在这个山里面，出行一趟几公里远，有时下雨的话，你压根都没办法出行。哇，这个地方都安静的想睡觉了。嗯，除了这种湍急的水流声，大家不要小看这里，不到1分地都还没有，不要小看这么巴掌大一个地方。以前这里都是菜园子来的，山谷里面的。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你想想，在几十年前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住在山里面，一般家里面都是4到7个人左右了，不会低于4个人，甚至多的人口有8、9个。要吃要喝，那么多嘴巴要吃饭，山上又种不了水稻，他们唯一能耕种的地方就是这个山谷，能开垦出来的，他们就会把它开垦出来。更要命的是，大家看到了吗？石头山，石头山，我们在山上能开垦能够种田吗？能够开垦做旱地吗？能够种红薯啊，种花生吗？种不了。所以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把这些杂草啊清除干净，能挣多少口粮就挣多少口粮，然后再把山上的一些中草药啊，什么竹子啊、树木啊，通过肩膀全部扛出来，拿到外面去卖，换粮食。哇，这里的水好深啊！清澈见底了，这就是天然无污染的要是放几条山泉水了。要是放几条金鱼的话，那肯定很好看。看这几个石头，躲在这里面也是一个天然的避雨的好地方了。就好奇了，这些水的源头到底在哪？因为前几天下了雨，这是石头山，它水啊很难取成的，它很难取成好啊，所以它水它就渗透出来，慢慢就全部往下流啊。它不像有泥头山了，泥头山一旦它不下雨，它水就会干涸啊。像石头山，只要下雨，它雨水全部就通过石头缝全部渗出来啊。就像这样啊。像这些路面肯定是以前的村民全部用这种大型的长的这种石条，这里铺成了一条路面。要是把这里开垦一下，做成那个这里盖一个房子，那就是小桥流水人家了。但是住在这里面怎么出行呢？车子进不来，吃的东西要提进来背进来。要是盖房子怎么办？水泥、钢筋、木材、家用电器怎么弄进来呢？非常不方便啊。奇怪，这个红果子是什么？这个上面一点点红红的。也是一样的，都是这种红果子，就是这下面的红果子。这个是树莓，晒着太阳的树莓才好吃。不晒太阳的太酸了。是的。我们已经走了半个小时了。这里都还有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种植的芭蕉。它这里种的芭蕉，那么对面呢就会有房子。像对面这一片啊，以前肯定是有房子住在这里的，只不过现在全部是杂草了，一丁点痕迹都看不到了。这个芭蕉没办法结，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这个山泉水太冰了，一年四季都是冰冷的。我们上次不是去其他山里面，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山泉水虽然山里面好，
但是它一年四季最多只能种一季水稻，因为山泉水寒冷刺骨，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再一个，在山谷里面太阳不足，所以以前住在这山谷里面的人，说实话，生存压力不是一丁点半点。对呀，芭蕉它是热带植物，这都还有砍伐的木头被放在这里。嗯，哎呀，我休息一下，很累。这里都还有人经常到这里来。上面都走出一条路来了。是的，不知道这里是啊，是不是有可能它这里面烧木炭、烧竹炭？这里看上去是的，应该是烧木炭、烧竹炭的一个地方。它这里有一个洞，上面也有一个洞，应该是可以掏空的。这是木炭吗？哎，对了，这就是木炭呢，这是烧的木炭呢。我记得好像木炭可以作为那种颜料使用。好，让爸爸上去看一下。棍子。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搓机，那这里应该是装木炭的。哎，是的啦，把它这里完全密封死。哇，这里面都还有温度。把它完全密封死以后，隔一段时间，就把它取出来。这上面还有一个可以上去的。莫非以前这里山上还有人住吗？好吧，我们继续往前行吧。好黑呀，这个木炭。这是我们走到山里面来，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山里面烧木炭啊！安南找到了一个，就这样的，烧出来以后拿到街上卖，还是不错的。木炭可以干什么呢？冬天烤火呀，发火啊，烤火呀。这样子它像这种木炭，它不像那个天然气啊，不像煤炭啊，不会二氧化碳中毒啊。因这种炭烤火，哪怕是关上窗户，都不会中毒啊，又暖和呀，又安全呢。所以就是木炭的制作方法，就是把木块丢到火里烧。嗯，我们就看到房子了嘞。哦，这是几栋都是泥土房。嗯，都是泥土房，但是看上去像是没有人住了哦。瓦片都有点脱落了。嗯，去看看。能不能听到狗叫、鸡叫的声音？听不到啊，就只能听到鸟叫。啊，这里看到电线杆了，在这个上方，它这个电是从这个山顶上牵过来的。刚刚这个山谷这里啊，一直没有看到电线。那么，这个电线看上去是废弃了，这样看来，这里应该是没有人住了。好吧，安兰，我们往里面走吧。以前这里一片都是田呐，上面还搭了一个木桥，最下方，包括前面那一片荒废的地方，以前都是农田来的。住在这种深山里面啊，好处是什么呢？空气好，世外桃源，没有人打扰。然后呢，鸟语花香，吃的喝的都是天然无污染的。这里的地基好高啊！哎，对了，这以是前应该是大户人家的。这个地基全部都是石头。一般的地基只有这么高。
它这里要多出2倍多。你看，全部都是用手啊，你看看，全部是自己完全靠手工，一块一块把石头搬上去，没有泥头，没有沙石，完全就是这种石头叠石头叠起来的做的一个地基。好吧，我们走进去看看，上面都还有玻璃，所以这个房子啊，应该荒废了时间啊，不会超过15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出差的木棍。以前这里是一个吊脚楼啊，看我手的正前方，上面的电线杆都还是新拉的，都还是不锈钢的这种电线牵进来的，所以这里面呢，应该荒废的时间啊，不会超过5年。以前这个房子，这个面呢，它搭的是一个吊脚楼的形式，这里是一扇门，它这里以前是一个木板，这个地方是一个木板，这样拼接起来的，这里就可以晒太阳啊，晒被子啊。当然了，这下面很多村民啊，就从他们这个家的下面走啊，因为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啊，没有第2条路可以出行啊。这还有一棵树啊，看看这里都还有南瓜，好大，这个南瓜看起来，应该熟了吧？应该没法吃了。这不知道是野生的南瓜还是村民种的。应该是村民种的，一直放在这里。这一片田地啊，开垦出来啊，这一多也就是10亩地的样子。那么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的人，条件不是一般的艰苦了。这里应该都是野生的南瓜，应该是没有人在这里栽种了。好高啊，怎么上去的？全部都是泥土房。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就是在湖南的深山里面，虽然他们盖的都是泥土房，但是大家有看到没有，都是2层楼房。我们在一些平原地带啊，或者在一些其他的一些乡村丘陵地带啊，很少看到这种2层楼房，尤其是在30-40年以前。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居然走到深山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2层的这种泥土楼房，也是一个比较非常有乡中特色的一些建筑。我们前面还能看到有人栽种的辣椒，都1月份了，到大山里面。可能大家不相信，所以这样看来，这一片种植的南瓜、辣椒啊，应该是山里面村民种植的。好吧，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因为电线还在往右边转移，所以看起来里面应该都还是住的有人。只不过就是目前这个村口的这2栋房子已经废弃了，这个瓦片呢随时有掉下来，被砸到人。前面这个房子很有特色，它前面进来都还有一个小门一样的。好，再看看这个位置，还有玻璃。这个南瓜。所以这些房子的一些建筑材料都要完全靠人挑进来、背进来。这南瓜爬得好高，还结了一个。这里还不止一个，那里还有一个，这里都是死，这里全都是。是这里结了好几个南瓜，都是以前住在这里的原住民，他们可能会回来到他们以前生他们养他们的这个地方啊，栽种一些瓜果蔬菜，包括这一片应该以前是栽种的丝瓜、玉米，只不过现在到冬天了，1月份了，它这里都已经是不是季节蔬菜，所以只有一些干枯的藤子。这个地方以前应该也是一个房子吧？我们走上去看一下。
它这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屋场，这里以前应该是晒东西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高，晒稻谷啊，晒粮食啊。因为村里面他们会收一些玉米啊、红薯啊、花生啊、水稻啊，他们要有个地方晒嘛，所以这里就是相当于一个草坪搭建出来的。而且这个位置比较高，太阳呢照射的时间会比较久。安南走累了，对不对？是的。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好吧，我也走上去。好暖和。站在这个上面，再来看看这个村里面的环境。看看天上非常的蓝，没有一丝白云。整个这一片啊，在这个山谷里面啊，安静的出奇。你看看，现在就连水声都听不到了，只能听到一些。哎，看到没有？这里种的青菜哦。这说明住在这里的人应该会回来，在这里栽种青菜。应该这里面还住的有人呢，对不对？或者是他出去了。嗯。赶紧下去看看。好吧。这样看来，我们无人机在天空上看到的应该是对的了，因为在无人机的视角下，我们看到是有点绿油油的。现在都是冬天了。看看这条路面都是非常窄的。奇怪这种青菜还做的挺不错啊。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拿一个袋子把这个青菜扎起来？这是包菜呀，把它包起来呀。到了冬天啊，再等的半个月，他就把它完全把它合拢啊，就是我们外面买的包菜，对不对？把它砍下来掰开呀。哦，我知道为什么包菜把它包起来。夏天的时候包菜，它就是把叶子张开，尽可能吸收到很多的阳光，让自己长得更加的壮实。冬天天气冷，还要保护自己的嫩芽。春天的一到，它就开花结籽，所以它要一层一层的包起来。最外面的抵御严寒，中心我们吃到的那种很嫩的，就是它将要开花的。对的。但是它这块菜地面积不大，1分地的样子。这个房子看起来还蛮大气的，当初修的时候。这里还有很多生活垃圾。我们看看这里面养的蜂蜜。是养殖大户住的。因为没有人，我们就不进去打扰了。我先走到对面这个小山坡，看看。哇，这是2个电线杆，中间是一个木头，已经腐朽了。我慢慢走上。棍子吗？不用，你不过来啊。防止它这里会塌下去。我站在这个上面，看一下这个房子里面的内景吧。以前这里也是一条路，走到山上面去，以前这里面应该也是有人住的。这里可以看到有废弃的衣架，那个门上了锁。但是没有晒衣服。没有晒衣服的话，可能这里面就没有住人了。这里上面虽然是布了很多电线杆，而且是新的电线杆，那边的电线还在往里面延伸。待会儿我们还准备再往里面走一下看看。这样看起来，以前这户人家就算是搬离了，最多也就搬离个2到3年，因为上面的衣架都没有腐朽的，都不是很严重，看起来
都没有脱色，所以这个房子啊，废弃的时间啊应该不会很长。而且呢，这个房子的主人呢，就算是他搬出去了，他也会回来照看他以前种的这些庄稼、这些瓜果蔬菜。好吧，我们再去往里面走走看看。里面的话就是这里面就是杂草丛生。没关系，慢慢走。这里面还有路的。它可以下去。看，这个老人家在这个地方可以洗菜呀，对不对？可以洗衣服。可以接水呀，这个水的话烧开就可以直接喝呀。好冰哦！这是冬天肯定很冰的，夏天都会很冰。它这里还是泥土做的一个围墙。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在山里面，它这个门呐，单独做了一个大门，所以这户人家以前绝对是一户比较有钱，而且是一户大户人家住在这里面。它的结构设计各方面呢，就跟我们以前靠的老电视剧里面的大的商户、富甲一方的人的这样的设计格局。好，安南，你把棍子给我。你在这里玩水就玩水吧，给我，我往前面再走走看看。你不走开了啊？就在这里啊。我就在这里洗下手的。哇，这里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人住了，这里就完全没有人住人了。这里已经彻底废弃了。但是这上面的电线杆都还在往里面走，也是很奇怪的。对面这一片呢，也是良田呐。虽然是良田，但是在这山里面也种不出什么好的庄稼出来，只能是对于这个良田这两个字的含义呢，只适合住在深山里面的人了，因为找一块这样的地太不容易了。里面的那栋房子也废弃了，电线杆也是迁到那户人家里面去了，而且里面呢也就只有一户人家住在里面。好吧，我看看这个电线杆的材质是什么样。这些都是青石板，便衣桥。我还走错了。去到他们家应该是走这条路走过去，我走到这边呢，属于以前的农田了。好吧，不管3721，我走到这里来，上去看看。哎呀，这个房子上面以前都还搭了新的瓦片。所以这样看起来，以前住在这里面的人呢，应该是无保户，或者是做养殖什么的。看，这是不锈钢拉的电线，这个不锈钢拉过来，最多3年时间。因为我们有去探访过其他地方，有问过其他的村民，这种电线杆做出来都是近3、4年才做出来的。好吧，我就不走进去了，待会儿用无人机再往里面飞一下看看。因为现在我镜头前面的这条路面全部都是杂草，很深很深了。要是早3年到4年，我再走到这个地方来，里面应该都还有人住的。这样看来，今天没有遇到住在这山里面的人了。你看这个地方没办法走进去，太深的杂草了。
带着安南还是要注意安全。好，我在这个位置飞一下无人机看看，把这个山谷里的情况飞给大家看一看。小桥流水人家，这就是我们在小学课文里面说到的，在这个山谷里面，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非常的应景。门前就是菜地，只不过现在已经是荒芜了。关于这个大山里面的探访，我们就这里结束吧。在这里，你可以呼吸到负离子满满的空气，喝着清凉可口的山泉水，犹如世外桃源。但是呢，在这里十分缺少土地和食物，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面追求更好的生活去了。如果是你，你愿意住在这里吗？好啦，今天的山谷探险之旅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那就请多多的订阅和关注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